Just excellent connection. So, see啦。好，我们等一下10点钟开始嘛。我先来试试看好了。等一下哦，我看现在线上还有3个人是吗？好，不然这样好了，那个现在线上有听到声音的可以打个1吗？我来试试看这个到底能不能播，就是到底有没有办法顺利的直播啊？就是现在有听到声音的可以帮我打一个1吗？好不好？就是测看看是不是有那个有顺利的直播这样子。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因为这个应该是平常在玩游戏的时候用的这个转播吧，对不对？太好了 ，OK， 好，我还想说这个到底要怎么用？我之前有用过，后来换了一个新的皮，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用了，它那个界面对不对？好，那大家可以先把这个问题丢在旁边哦。好，就是等一下我们就开始了这样子。OK， 好，不管是 SCCRRC 的问题，或者是读书计划方面的问题，就是欢迎在线上发问这样子。好，等一下我也会分享一些，就是关于就是我们现在正在 ongoing， 然后下一期准备要开始的那个终结者的这个，就是一些大家想知道的东西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就慢慢来哦。好，那现在应该。我想 A2 应该还在咨询时间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先去看他的咨询时间这样子。好 ，OK。我好久没有开直播了，对啊，就是对，因为最近都在忙，就一直都在忙终结者的事情这样子。好，就是因为你知道终结者就是很多东西，就是每天有大量的那个问题。然后呢，就是还有带讨论跟抽查作业，所以就是比较忙一点这样子。OK， 好，那但是呢，就是今天就是刚好想说晚上有个时间，然后就来开个直播这样子。好，那就是也会尽量的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好，这个也累得太晚了吧？对啊，是怎么回事？这个我看一下要怎么办哈。就是这个是什么？The stream's current bit rate is lower than the recommended。这什么鬼啊？跨博，we recommend you use a stream bit rate of 4,500 kbps。所以换句话说，是我这边太慢了吗？不知道我们看一下设定好了，我看一下设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它是让我看一下哈。Streaming simple mode remote control disconnect protection。我看一下这个要怎么设定呢
这样子吗？然后它应该有一个什么 streaming 的设定，然后输出的应该是蛮高的，对不对？对吧？好，还是我这边网速太慢了，这样子。OK， 好，不过不管了，因为我也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让大家看到桌上乱乱的这样子。好，对，好，那大家就是各位可以如果你看到丁选讯息的话，好，那大家欢迎我们就是先在旁边丢问题嘛，对不对 ？OK， 好，那等一下呢，就是看到问题之后呢，我就会去就是慢慢一个一个的回应。好，这个问题不管是 SC 或者是 CR 或者是 RC， 好，那或者是读书计划的问题，你都可以问哦。OK， 好，对，就是欢迎大家来问问题，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我们大概会持续1个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哦。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利用这1个到1个半小时的时间，好好把平常就是该问的问题都问掉。OK， 前阵子其实也有开过这个线上答疑时间，不过后来就歇了一阵子，因为后来新的中介者又开始运行了，这样子好，所以就是比较忙一点。OK， 好，那希望大家现在也能够就是把握这个机会，好来问问题，这样子 OK。今天天气有点又变冷了，不知道会不会感冒。好，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哦。就是你知道，根据过去的经验，中介者很多都是准备到一半，然后肠胃炎啊，然后或者是重感冒啊这样子哈。所以就是你知道，准备考试这个期间，对不对？人压力一大，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怪事情发生，比如说暴饮暴食啊，然后呢精神紧绷啊，这样的概念。OK， 好。这个问题我等一下来回答。OK， 考前最后1周要怎么去安排读书计划？好，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来回答。OK， 好，好，我们就大家先来一个一个的破问题嘛。好，然后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回答，这样子，好不好？好，来。好，那欢迎大家就是在这个聊天室的这个里面，就是 po 上你想问的问题。OK， 好，那当然你就是你的问题越具体，那我回答就会越具体，这样子哈。因为问题越模糊的话，我的回答就会越模糊哈。所以大家斟酌一下，想说你想要听到怎么样具体的回答，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问题问得具体一点，这样我们就是大家不管是我在回答的时候，或是你在学习的时候，或者是其他人在听的时候，也都会比较顺畅，好不好？好，麻烦大家这样子，好。好，听说年底都报不到考位是吧？我说真的，就是你知道，就根据过去的经验，对不对？我跟你讲，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建议就是去高雄考试就好了。以前我都跟同学说，你就算飞出国考试，你也不要在台北考场考试嘛，对吧？好，所以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背你想要背就是考场人员搞的话，你就去台北考场考试。台北考场人员真的是就是不知道在冲哪小，就是对不对？就是状况外之外，还有就是态度很差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有好的考试体验的话，不管怎么样，你不是你飞去，你跑去高雄考也好，现在应该很难在国外考试，对不对？对吧？你去高雄考也好，但是就是不要来台北考试因为台北考场就是里面就是很莫名其妙，人的问题比较严重，这样子。OK， 好，对，好，那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旁边问哦。OK， 好。也欢迎大家就是慢慢的在旁边发问哈，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来回答。好，上假日班，然后呢写了一次 OG11，然后月初考了1战400，说是就是令自己惊讶的低分，对不对？好，那通常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等一下也会去讲，这样子。OK， 好，好，真的快感冒了。好，也欢迎大家把就是你准备Gmail的这个亲朋好友，都拉进来这样子。好，我们就准备开始这样子，好不好？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的都可以，就是在旁边打上去这样子。OK， 好，在聊天框里面打。我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让我看一下 live chat 还是 participants。奇怪，我要怎么看全部的聊天？我记得还有一个那个设定是可以看重点聊天的全部聊，我要想要看全部的。OK， 这个是会隐藏掉一些东西还是怎样吗？不知道我看到了 ，OK。速度一快，正确率就掉，正常的事情不是吗？对啊，通常这个就是代表不扎实。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 ，OK？ 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对于速度跟正确率没办法两全的同学，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中间的在职考生的比例，建议边工作边读书还是全力考试？这个等一下也会去讲。OK， 好，我们现在就是先累积一下问题等一下我们会一起解决这样子。OK， 好，那好，大家就是也可以把题目的问题丢上来好不好？好，题目的问题我等一下也会一一的解答这样子。每日翻译一篇新闻做了大约3个月，阅读理解除了翻译 NUT 之外 ，OK， 好，我了解我了解你的意思了，这样子，好，对，等一下我们也会讲一下中介者用的这个训练方法跟外面有什么不太一样，这样子，跟我在网上分享有什么不太一样 ，OK， 好。大家就可以先在聊天框里面丢问题，我们就等下就一个一个的慢慢的解答，这样子好不好？我想想看，我们开一个 keynote， 好，开个 keynote 也许会比较好 ，OK， 好，开个 keynote 也许会比较好来就是解说这样子，还是我开个这个好了，开个这个白板，好，开个白板也许比较好一点，我试试看好，就可以慢慢的把大家的问题拉上来嘛，对不对？好，Your YouTube is not receiving， 这是什么东西 ？OK。Enough video to remain stream。OK， 好，所以大家就是继续把问题丢上来。好，我们等一下1分钟之后就开始喽，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是9点59分。好，还是开个白板好了，看一下怎么会变这样？这样好多了，好，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就是现场我们这个直播间。好，那这个直播间呢，基本上就是我会依序的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就慢慢的一个一个来回答，好不好？好，慢慢一个来回答。好，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题目的问题、读书计划的问题，各种东西的问题，就可以在旁边的聊天室里面就是 po 上去。不过呢，就是跟大家提醒就是说，
如果你的问题具体的话，我的回答就会更具体。OK， 好，那如果你的问题模糊的话，对不对？好，我的回答就会相对模糊一点。好，所以呢，你要决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好，取决于你的问题这样子。OK， 好，所以请大家稍微想一下，能不能试着让问题更具体一点，然后呢，让不管是讲的人、听的人，好，或者是其他旁观的人都能够好好的学习这样子。OK， 好，那大家好，我是Dustin，就跟大家见面了。OK， 好，各位。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的讲这些问题，好不好？好，那同样的，就欢迎大家就是把你在准备中的朋友抓过来，然后呢，在聊天室里面发问这样子。我们今天大约进行1到1个半小时，好不好 ？OK， 好，那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问题，说考前最后一周要该怎么去准备安排读书计划 ？OK， 好，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来，这是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写在那个白板上面 ，OK。考前最后一周该怎么安排读书计划，对不对？好，这里面有2个关键字，一个关键字叫做考前最后一周 ，OK， 好，叫考前最后一周。等一下我在干嘛？我想想看，我要透明的，然后呢，我要这个，我要框框。好，另外关键字叫做不是 Dustin， 是如何安排读书计划，对不对？从这2个关键字，我们要去分析什么东西呢？首先第一个。考前最后一周，我们需要什么，对不对？好，每个人会说不一样，有些人说我希望我能够实力再更往上进步一点。OK， 好，来，我想想看我要打什么大，我把字要放大一点。好，有人说我希望我的实力能够再进步，我的考点能够学多一点。OK， 好，然后呢，我能够去懂得更多的就是更多的知识点这样子 ，OK， 好。有人说呢，我希望我能做题速度能够变快 ，OK， 好，我的做题效率能够变好，我能够每一题的答题时间内做完 ，OK， 好。那事实上这2个都不是考前1周你能做到的事情 ，OK， 好，我先跟你讲，就是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这是很现实 ，OK， 好。那再来另外一个读书计划呢？又分成什么？又分成在职跟全职 ，OK？ 在职的同学跟全职的同学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好好的完整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考前最后一周到底要怎么安排读书计划会比较妥当 ？OK？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根据过去的经验里面，考前最后一周实际上是最后的定型期。OK， 好，你是无法去改变什么东西的。OK， 如果你只给自己7天的时间，是没办法脱胎换骨。如果能脱胎换骨，就是要更长的时间，你知道吗？所以很多同学会习惯做什么事情？然后举个例子，会习惯说考前最后一周，很多同学去写这个什么，写模考嘛，对不对 ？OK， 好，所以我考前最后一周，我来多写一点这种模考，对吧？然后每天就写每天写这个句到不低，然后呢去测时间 ，OK， 好，然后呢，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借由测句到不低，希望借由测模考来控制时间，来让自己的时间能够降到标准之内 ，OK， 好，就是做题效率能够提升。好，我可以跟你讲，只要是有考过试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不可能的 ，OK， 好。各位考差的人都知道，我看过的 ESL 里面有80%到90%都是在考试的时候，他的 pace 根本无法掌握。OK， 好，在考试最后一个阶段，都是花1分钟，甚至是0分多少秒，好来写的。那时候这些人没有去做模考，还有做模考啊，对吧 ？OK， 好，大家可以理解哈，对吧？我相信在现场的各位应该也有很多同学是考过试的，然后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明明考前每天都做模考了，为什么我考试的时候还是觉得题目写不完？那你有这样的感觉之后，你有什么改变吗？有什么？你后来下一次考试前有做什么改变？没有，你还是继续考前写模考，对吧 ？OK， 好，那这些问题都很大啦。就是明明今天你知道你考试中的时间问题不能单靠考前的模考解决，结果你继续只有考前写模考，那就很奇怪，对不对？对吧？好，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你希望能够透过模考让你的时间控制，但实际上不能只靠考前的7天模考 ，OK？ 好，如果今天你希望把题目的时间控制住的话，你应该是在考前1个月到1个半月之前就开始做题目的时候逐步现实 ，OK？ 好，什么叫逐步现实？
逐步现实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第一个，我们先用2到3天的时间，在平常做题目的时候，好，我们先测一下自己没有压力的情况 ，OK， 没有压力的情况就是 free 做题的时候，好，用计时的方式，用码表，好 free time，就是我们用就是 clock watch， 用码表来测自己写题目的时间 ，OK， 好。你测这个时间，举个例子，你今天写写10题 SC 的题目，然后呢，你花了20分钟，或者是22分钟，那就代表说你每一题是2.2分钟嘛，对不对？好，那当你知道你最后的目标时间不是这样嘛，你最后目标的一定是希望 SC 能够1分半钟左右结束，对不对？好，然后呢，能够把稍微多一些时间挪去给 CR 跟 RC， 所以你的目标是要到1分半钟，对吧？好，但问题来了，就是如果你今天直接让你自己卡死，用1分半钟时间写，你会整个大乱。就像刚刚有同学讲说，时间一压进去就掉，你不能突然压这么快啊，对不对 ？OK， 好，你要干嘛？你要慢慢的现实，先知道自己没有压力的时候是2.2分钟，接下来呢，用大概3天到1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呢，现实用什么？用比如说2分10秒，好，或者是2分5秒 ，OK， 好，然后呢，习惯了之后，对不对？习惯的时候再慢慢往内压。好，压到1分50秒，压到1分40秒，最后才是1分30秒。OK， 好，慢慢的往内压。你平常没有在控制这个时间的，你突然希望考前7天能够缩到65分钟之内做完36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OK， 好，那大家都知道，大家希望能够用模考控制时间，可是实际上不对。你模考就算在时间之内写完，你也是最后乱写，你自己知道嘛，对不对？好，所以我要讲的是。如果我们要单纯讨论考前1周该怎么做的话，其实你不能摆脱在更之前的事情。如果你希望你之前没有做这些事情，你希望考前1周控制时间，那是不可能的。OK， 那是不可能，那就可以直接放弃了这样子。OK， 好，考前1周基本上我就会建议，如果你前面没有控制时间的话，最后这1周对不对？焚香操琴就可以了。OK， 就在家里面焚香，然后呢沐浴，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就行了嘛，对不对 ？OK， 好。但如果你今天考前1个月之前有做这些事情的话，你考前1周就可以去写模考来控制时间。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开始有去控制单题的时间了，你在最后考前这1个礼拜写模考才有意义。这样子 ，OK， 好。然后好，这是第一个小点。再来第2个小点就是什么？就是考前1周的这个模考，对不对？不要去对答案，听清楚哦，不要去想正确率，我甚至会建议同学不要去对答案 ，OK？ 不要去想你正确率多少，好，不要去想你的错误正确率多少。你说 Dustin， 不看到结果，模考怎么会有意义？来，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先帮你打哦，甚至不要去对答案。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对，第一个正确率不重要，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OK，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里面，网络上影片分析页扫来应该有跟大家讲过，算分模式里面总体正确率不重要，对不对？对吧？好，总体正确率不管你是7成、8成还是怎么样，重点都不是那个，重点是你分难度的正确率是怎么样的这样子。OK， 你做那个模考，你又不知道那个难度是怎么样，对吧？好，你又不知道哪一道题是什么难度，所以那个正确就没有用。如果总体正确率最后做出来高的话，你会相信吗？你也不一定会相信，对不对？对吧？好，正确率做出来低的话，那你不是更难过，对不对？好，所以你在考前模考的时候，你去对那个答案，去想正确率，我跟你讲，那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样子。OK， 好，那你说那到底考前模考做这件事要干嘛？当然第一个就是习惯整体的 pace 嘛，对不对？对吧？然后第2个就是什么呢？要去抓自己的动态停损点。OK， 好，大家记得哦，动态停损这4个字在我过去的影片一直有提过。好，没有听过的同学，请各位一定要去点一下来 YouTube， 去那个网页里面去找，去我的 YouTube 里面找动态停损4个字这样子。OK， 好，动态停损概念非常简单，就是在你做模考的过程中，你一定会发现有一些题目或者是有一些状况是你无法掌握时间的。比如说举个例子 ，SC 整区划线的题目，你很容易会在做模考或手脚乱掉超时。OK， 好，比如说举个例子，CR 的这个包费题，你很容易遇到的时候就超时，或者是 CR 的这种填空题，你很容易遇到的时候超时这样子。OK， 好，或者是 RC。生物类型的文章你很容易遇到说超时，就整个乱掉。要把这些考试中可能会有的紧急状况记录下来，
并且事先设定紧急状况下的 Plan B。也就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发现你现在你会有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会有的情况是 SC 遇到长划线的时候，长划线的时候可能会有问题，或者是 SC 语义比较复杂，读第一遍不懂语义的时候，这道题目可能会做很久。你发现你的 CR 可能是今天遇到什么？遇到这个推论类型的题目、推结论类型的题目，遇到 boldface 题的时候，你会做蛮久，或者是你今天2选1的时候，你会犹豫很久。OK， 好，你发现你的 RC 可能是生物类型的文章，可能是女权类型的文章，可能是定位找不到的时候，你会做很久。好，你记下来这些，可能会在你这整个模考过程中，你会突然发现乱掉，不知道怎么办的状况，都记录下来，然后接下来结束这个模考之后，不要去对答案 ，OK， 不要想正确率，你要做的事情是先想说，如果在正式考试里面你遇到这些状况的话，你要怎么去帮自己设定停损时间？比如说，如果今天遇到长划线的话，我读完长划线大概会是几秒，然后呢，我还剩多久？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发现你读完长划线大概是25到30秒左右。那你为自己的 SC 设计是1分半钟嘛，对不对？对吧？那你就告诉自己说，考试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长划线的题目，我就是赶快看倒数计时的时钟，给自己什么？给自己1分到1分半钟做。那如果今天1分钟或1分半钟到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撤退了，就叫停损。好，比如说读第一遍不懂语义，我们通常1分半钟里面会花多少时间去读第一遍的句子？大概会是20秒左右。好，15到20秒。OK， 那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读完第一遍不懂语义的时候，我们还剩下1分10秒可以做。OK， 好，比如说 CR 推论题，你什么会发现它是推论题？一开始看那个题目，你可能如果你习惯性看问句，你就会发现嘛，对不对？那读那个问句知道它是什么题型，大概会花我们5秒到8秒的时间，那你就知道一个 CR 大概会是1分40秒的时间做。好，那发现它是推论题，我们大概还剩下什么1分30秒的时间，就告诉自己说这道题目在1分30秒之内尽力做。如果到最后做不完的话，你就随便猜一个走人，就是锻炼自己的纪律。OK， 好，这样的概念。好，所以考前，如果你真的要去做如果你真的要去做模考的话，必须要有2个先决条件。第一个，你考前1个月开始就要在平常做题的时候逐步的去控制时间，逐步的限时。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你在考前做模考的时候，你不要去在乎那个正确率，甚至你不要去对答案。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去帮自己抓考试中每一个你会害怕的突发状况，然后呢，去主动去算时间，去设定每一道题的停损点，这样子。OK， 好，这样的概念。那再来，考前最后一周要不要用基金呢？这个见仁见智。OK， 好，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基金对正式分数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OK， 好，这个我在中介者里面都跟同学分析过。OK， 好，就我都会跟中介者讲说，你们其实就是你们有阅读实力的话，你们就不需要去用 verbal 基金了啦，这样子。OK， 好，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个那个官方的那个论文。OK， 好，这个是在班上会跟大家讲的。OK，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GMAC 官方的这个论文。好。真的是经过学术认真在研讨会里面发表的论文哦。好，他研究的是说这个就是泄露的题目，对 CAT 就是 GMAT 这种自适应测验，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电脑的这种适性测验 ，OK， 好的影响有多大？好，去量化它。好，那我们直接跳到结论。你可以看到，来，我们直接看到结论，就是基本上呢，就是就算你泄露了，就算你今天就是泄露那些题目，对不对？有95%的人，是分数不会有任何变化的这样子。OK， 好，95%的分数不会有任何变化，所以呢，就是基金对你来说更多的可能是心理作用，而不是实际的帮助。OK， 好，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呢，考前1周要不要看基金呢？我会建议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看阅读基金的话，你就只看文章大意，不要去背那个细节，也不要去看那个题目的答案这样子。如果是看数学基金的话，我会建议就是什么，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练习，你不要想着你会中或不中。OK， 好，你就想说这个地方的题目是难得一见的，平常没有见过的，就是45到51这个区块的题目，好，你拿它来多练，把它当难题来练，就当做是什么，就是练习题这样子。不要去想说会中或不会中。OK， 好，就是基本上就是就算你今天中了5题好了，你的分数也可能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子。OK， 好，你看到这边有讲嘛，对不对？就是 the impact on total score was similar between the 5 verbal or quantitative compromise items. About 95 similes had no score changes at all， 对吧？
好，就是其实有95%以上的人是不会有任何分数的影响，这样子。OK， 好，那在职跟全职的差别是什么呢？好，因为我们知道在职的时间大概就只有4个小时是吧？甚至有些人可能更短。好，那我当然会建议就是在职就是专心就是每天一会模考。好，但是模考之后不要去对答案，也不要去想正确率。好，也就是专心怎么样呢？去把这个停损点抓到，去设计你的纪律就可以了。这样子 ，OK。好，那如果你在考前还有一个完整的假日的话，再去重新把这些题目重新做总结，然后呢回去讲义里面重听不熟的地方，这样子。那全职考生的话，当然就是可以每天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模考加每天总结每天的模考之外 ，OK， 好，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你可以去多重新写一遍 OG，OK， 好，就是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基本，就是重写 OG， 好，然后重写 OG 之后，对不对？把自己不熟的地方全部回到讲义里面重新复习，这样子 ，OK， 好，所以基本上我给大家就是这些建议，就是说考前最后一周，不要妄想靠着模考来控制时间，好，如果你要靠模考来控制时间，前提是你平常就有在逐步的现实 ，OK。考前最后一周的模考，重点不是正确率，重点也不是你的答案是什么，重点也不是你整个模考能不能在时间之内写完，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能不能帮你在模考中所遇到的状况主动设定停损点跟纪律，考试的时候去确实的执行，这样子 ，OK。考前一周用不用基金见仁见智，但是如果你要用基金的话，阅读基金看大意就可以了，不要去看答案，也不要去背那个里面的内容 ，OK。好，因为很多同学考试的时候发现基金的回报跟他眼前看到的文章有出入，他就会开始没有自信，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整个乱掉 ，OK。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如果你是在职的话，你可以用周末的时间重新检讨什么呢？平常模考的资讯 ，OK。好，如果你是全职，当然时间更多了嘛，对不对？你除了每天检讨模考之外，你还可以怎么样？重新写一遍 OG， 然后呢，把不熟的地方在假日的时候重新看，这样子。好，以上就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怎么样？够详细了吧 ？OK， 好，那个。好，刚刚有听懂，然后觉得够详细的，可以打一个2嘛，好不好？我再确定一下大家有没有在跟啊？好，我花半个小时，我是花20几分钟的时间是吗？我花15分钟时间讲第一个问题。好，来，好，所以刚刚有听懂，然后呢觉得够详细的话，可以帮我打一个2，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个 lag 有多，这个有没有什么 lag？好，谢谢大家。好，那相信大家应该有好好的听清楚了，这样子。好，所以这个Otis， 这是我对你的回答，这样子，好不好？好，那希望能有帮助。OK， 好，那对，那像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在终结者那个，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想想看哦。我要开哪一个我都忘了。像我们在终结者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你讲的考前冲刺期，好，就是我们终结者5个阶段，有5个准备的过程这样子，好，然后呢，最后一个阶段叫考前冲刺期。那考前冲刺期基本上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这样子。OK， 好，我们这边会有算分模式的详解，好，还有关于 PACE 的建议，还有这个备考第5个阶段，5个阶段的备考指南这样子。好，那最后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一样，就是不是那个时候才练模考，是我们在整个读书计划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OK， 好，就是在我们整个读书计划的过程当中，在哪里呀？好，在这边。好，你看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嘛，对不对？7天重做一遍，检讨错跟不确定的题目，然后还有每天去写模考，对不对？对吧 ？OK， 好，每日去模考，并且检查4大要素这样子。好，然后呢，但我们不是最后才去控制时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 NCCR 跟 RC 分别在就是分别在2周前就有 RC 的控制时间，然后呢4到5周前就开始去控制 CR 的时间，有没有 CR 下面的时间控制？好，然后呢逐步现实。好，那甚至 SC 会更早，大概在6周前就开始控制时间这样子。好，如果在考前1个礼拜开始控制时间，一定会时间不够。OK， 好，所以我们就是先提早开始，好，一步一步来，然后最后再把所有东西整合在一起，这样子。好，这跟我们刚刚讲的是一样的。OK， 好，然后那所以大家如果你是自己准备的话，你也要记得说，就是记得控制时间，至少1个月之前就要开始做了，这样子。OK， 好，平常的练习题目就要控制时间。好，
这个张同学的问题说，7、8月份假日班在职考生写了一次 OG， 11月初考了一战400，板上没有看过的低分。哎呀，正常啦，就是应该别说板上没有看过哈。如果你有看到我的那个 blog 的话，你就会发现板上其实有更低分的。OK，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 test taker stories。好，你可以看到这个下面这边有一些就是我写的专栏。好，那其中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分数跟后续的规划。好，不用担心，我都把它匿名掉了哈。这位同学230分 ，OK。好，230分，所以就是不用想说什么啊，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分数好低啊，然后不敢跟大家报告啊，或者不敢给到请咨询之类的。好，基本上再低的分数我们都看过 ，OK。好，我们看过最高的分数是780分，最低的分数是230分。哦，所以呢，就是不用害怕，就是任何的分数我们都有看过，都有经验这样子 ，OK。好，所以如果你想要给自己打打气的话，你可以等一下看看这个230分的这个分数的，也不算心得文，就是咨询文这样子 ，OK。好，对，那我必须要说就是第一个写一次 OG 太少了，我自己在考一战之前，我写了4次 OG， 2次 PP12，OK。好，只写一次 OG 真的是太少了，你大概就只是稍微知道这个考试的题型长怎么样子而已，但是至于说它会有什么考法，它会有什么 pattern， 那个不能只靠写一次 OG， 好，至少考前要写2到3次 OG 吧，对吧 ？OK， 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好，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说我猜你可能阅读能力还不是很够 ，OK， 好，就是考试的时候可能很多题目的题意理解都会歪掉，好，或者是就是很多题目的这个就是阅读速度太慢了，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我猜你可能讲义复习的时候跟平常考试的跟做题目的时候是分开的，就是你可能习惯比如说假日有完整的时间重听录音档，然后呢平日的时候这个就是写题目这样子 ，OK， 好，把它脱节，可是实际上是不能脱节的，你应该是边写题目的时候就要边回去翻讲义，就是很多人不会做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根据过去咨询的经验，很多人他考低分，然后回来一问才发现说，这个人好奇怪，怎么就是他写题目的时候，对不对？好，他去检讨题目，他不是回去翻讲义检讨，他还是去上网找解答，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这么喜欢上网找，你干嘛来补习，对不对？类似这种概念 ，OK， 好，所以记得就是讲义的复习跟平常的做题应该要绑在一起 ，OK， 好，就是你平常做题检讨的时候，你不要去翻网上解答嘛，你就是要回去翻讲义重听录音档 ，OK， 好，这是第三件事情。那第四件事情就是你的数学可能要回去复习国中跟高中的课程，这样子 ，OK， 好。一般来说，只要我们能够把国中跟高中的基础能够稳定下来的话，数学能够至少拿到45以上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 ，OK， 好，对，那400分这个分数很肯定的是你的数学可能连45都还没有到，这样子 ，OK， 好，所以就是这几个建议，好，基本上我们目前看到有这样，那就代表说，好，你看现在我们就看到排列出来有4个洞嘛，对不对？好。最基础的是数学能力跟阅读能力，这是2个最基础的。好，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当然就是你复习的时候的方式、考点，你是不是在检讨题目的时候有跟就是讲义绑在一起？好，这是下一层的。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你是不是有练习的比较多遍？好，至少 OG 要练到3遍以上 ，PP 要练到2遍以上，这是第三层。注意我帮你分层哦。好，我们刚讲的4大问题其实有层次的，不要乱来哦。OK 不要想说我听到Dustin跟我讲 OG 要练3遍以上，我就回去看狂练3遍。但实际上是最后一层的东西，你知道吗？你要先加强自己的前面的基础能力嘛，对不对？好，先加强阅读能力跟这个就是数学能力 ，OK， 好，然后呢，接下来这2个东西拉起来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加强后面的东西，这样子 ，OK， 好，它是有层次的，各位，好，它是有层次 ，OK， 那既然有这么多的洞，但是呢，我们就要去想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一个个解决 ，OK， 好，一个人他能够他在一段时间之内能够 focus 的任务，大概就只有2到3件事。但是其中一件事，当然你是在职考生，所以工作已经把你绑住了。好，是其中一件事是工作 ，OK。那剩下大概就只剩下什么事情？考试，对不对？可是考试你也不会说一次就是把这所有的目标都解决掉，所以我们可能一次就只能 focus 在1到2件目标。所以我会建议你现在先不要去想说是刷很多的题目，不要想说什么我现在去在OG再刷一遍，你先好好的加强阅读能力跟就是数学。国中、高中的基础，好，这2个东西大概会建议花1个半到2个月的时间，好好把它补起来。
然后再回来去接轨，重新听一次上课的内容，再重新做一次 OG， 做1到2次 OG 的总结，跟1次 PP 的总结来去考试。OK， 好，我会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好，就是不要想说全部东西绑在一起来。我会建议，如果我们事情太多焦头烂额的话，我们就是把战线拉长，然后呢，好好的安排顺序，安排时间。哦，因为我们商学院基本上就也是在学习说怎么去分配任务嘛，对不对？好，怎么去分配这个就是资源跟时间这样子。好，所以我会建议，从我这边的角度会建议你拉长战线，慢慢来。OK， 哦，不要去跟他霸王硬上弓。哦，因为你知道就是。就像我举个例子，前阵子我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前阵子发生什么事情。就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那个打牌嘛，对不对？打麻将这样子 ，OK， 好。然后我打那个麻将不是玩钱的，我们是有那个段位的，是有那个就是几分的 ，OK， 好，就是我们不玩钱，但是这个是有就是有那种竞技成分的这样子 ，OK， 好，还是有，你看还有胜率，还有顺位分析这样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很像股票的图，对不对？对吧？好，绿色就是往下跌嘛，红色就是往上升。那你看一下来有没有发现？然后下面这个灰底的地方就是什么？灰底的这个长条就是当天我打了几场。好，当天我打了几场。那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往上升的区段都是当天只打很少场，你看到往上升都是当天只打了什么8战还4战而已。然后往下跌的都是当天打超多场，有没有爆量下跌？我们看到这是那个股票爆量下跌，越打越多场越下跌，有发现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从中悟出了各位考生的问题。好，给大家看一下暴跌的时候就会想，你看暴跌的时候人就会开始上头，你知道吗？所谓的上头就是执念，就是你觉得不行，我觉得这个我不能再输了，怎么可能运气那么背，怎么可能会再输？好，你看一天只打2-3场都表现很好，我看到一天打2-3场都表现很好，好，都是正分。好，然后呢，你看。一开始觉得连续负分的时候，连续14位，就是最后1名的时候，开始觉得不爽，就开始想去打越来越多场，OK， 他就开始觉得越来越不爽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把你自己推到万劫不复的深渊，你就会开始打很多的这个很烂的成绩这样子。好，对，甚至还打到掉段位 ，OK， 好，然后你知道这就是什么概念吗？这就是说，人基本上就是你状态越不顺的时候，你越去想要跟他硬靠。在短时间内越想出奇招硬靠，你就会跌得越惨。好，我昨天不是有分享过一篇文章吗？说输家99%都是输给自己这样子。好，你状态越差，越想要出奇招，然后呢，你就会跌得越惨这样子。好，那什么样的人是好的呢？就是回归基本的人这样子。OK， 好，你能够先静下来一段时间，回归基本，从基础慢慢开始加强。好，这样是好事。OK， 好，就是我很明确的感受到，那个时候我打到后来，我是整个人都不好了，判断力都出问题了，然后我一头发热，整个身体全身发热这样子。OK， 这就是你知道上头的概念，所以我很能够清楚考生这种，就是连续遭到失败跟挫折，然后很想要短期之内赶快扳回一城，很想要马上逆转，可是实际上会越来越糟的那种感觉，那是人的基本的那种人性这样子。好，当然也有人不是这个人性，那他就是可以成大事。OK， 对，好，然后呢，来，速度一快，正确率就掉。OK， 不是正常的吗？这不就很像是跟投手一样嘛？投手的球速一飙快那个就投球就不准嘛，对不对？好其实就很简单一个原因呢，对吧？就是不扎实啊，就是你的解题流程是不扎实的啊，对吧？你速度一快的时候，你的判断都不准的，你的解题流程都开始乱跑。就很像是今天投手，为什么有些投手想要球速一投快，然后他就会歪掉？很简单，因为他的这个动作开掉了。好，这个有打棒球同学应该都知道。好，或者是今天有一些篮球的选手，为什么今天投篮速度一快，他投球又不准了？很简单，因为动作开掉了。所以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速度快、正确又准的话，你就不要去先逼自己加强速度，你先回来检视自己的解题流程有什么毛病比较重要吧，对吧 ？OK， 好，这才是重点。好，那像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终结者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我们在做专门的这种10周的专业训练里面，我们的安排就是说，一开始绝对不会去限你的时，不会去要你限时。OK， 好，能力没有起来。解题流程没有固定之前，限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一定是先去做标准解题流程的固定。OK， 好，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要求是每个同学都要录音，都要去做就是
就是解题流程的录音这样子。好，然后呢录音我甚至还会听 ，OK， 好，就会听每个同学。各位，我刚刚是不是尴尬了？我刚刚是不是那个断了线啊？你们都不会提醒我，好可怕哦！大家，我先问到大家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我刚刚讲到一半，发现我是不是没有开那个荧幕录影，是吧？然后刚刚是不是后来就断线了？大家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我刚刚就想到很奇怪，怎么就是人数掉了那么多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对啊，问号，那个等一下如果断线的话，赶快提醒我好不好？因为我刚刚想说怎么会突然人数掉那么多？我刚刚讲到哪里？靠腰你们都不提醒的，很坏问一下刚刚讲到哪里？因为我刚刚讲的很卖力，我刚讲超级卖力，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断线，然后我想说，怎么人数突然掉？是我怎样？是我讲什么东西？我刚刚讲到哪里？拜托跟我提示一下好不好？刚刚那个离开的同学帮我把他抓回来好不好？对，好，对，就是先录，对，好，我等一下会自己特别注意的这个动态这样子，对，就是又断了吗？现在又断了吗？好可怕哦，我觉得好可怕哦。对，好，对不起，就是我刚刚真的讲了蛮多的，我好难过哦，就是刚刚真的讲了好多，然后就突然发现，刚才没有在录影，这个你知道这个上课也现在又断了吗？OK， 好，谢谢大家一起来跟我 update 一下，到底这个讯号是不是好的这样子，我很害怕，你知道吗？就是对啊，你知道我之前上课的时候就很常发现，就是忘了开录影机，我都怀疑我是不是跟录影机有仇。上课然后呢忘了开录影机，结果呢到最后上完课之后发现没有录影，尴尬。为什么？因为就是那个你必须要就是重录一遍，对，就是我就要在空无一人的教室，然后讲3个小时这样子。那就很尴尬，就跟空中英语教室一样。所以说，到时你为什么你看那个荧幕可以讲那么久，还讲那么嗨？废话，因为我之前常常就是忘了开录影，没办法补课，对吧？所以我就要自己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重新把那个课重上一遍，就很尴尬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去弄个什么空中英语教室，弄个什么 podcast， 我很有自嗨的能力这样子。OK， 好，那个对我刚刚讲到说我会去听同学的录音这样子，就是或者是帮同学去改作业，就是包括平常检讨的时候的这个作业会帮同学去改。OK， 好，包括你的逻辑链啊，包括你的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叫做就是那个英文句子的理解，会帮他去改作业这样子。好，像我刚刚讲到那个录音嘛，对不对？大家应该有看到嘛，对不对？好，就是我刚刚讲说会帮同学去听录音，然后呢会帮他去想说，这个录音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 ？OK， 好，然后先把这个流程固定之后，我们再去到下一步到时间控制的部分，这样子。好，这样的概念。好，现在应该影片都还有嘛，对不对？好，应该都还没有断，对吧？好，希望这样才没有断。好，那个对，所以呢，回来讲一下刚刚我后面讲到什么东西。我后面讲说，就是这个好，就是终结者里面的在职考生跟全职考生基本上是一半一半。不过呢，在职考生老实说比较容易 drop 掉。OK， 就是因为他们后来发现自己有些不能 guarantee 我每天4个小时的念书时间。OK， 就是有这个读书计划不错，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办法 guarantee 时间的话，就可能不要来参加会比较好，因为就是这样会等于浪费你的钱，也浪费你的精力。OK， 好，所以呢，我会希望各位，如果今天你是要来报终结者的话，你可以 guarantee 自己每一天都在接下来2个半月之内，每一天都要有4个半小时的念书的时间。OK， 好最好4个半小时，不要抓4个小时整，因为这样有点太紧。至少要4个半小时以上的念书时间。
啊，当然偶尔一两天家里突然有事情，或者是有什么突发状况，肠胃炎什么的，吊点滴之类的，我当然会通融啦。就是只要先跟我讲，我就帮你调整读书计划，或者什么公司出差，那可能不能太长，对不对？好，大概就是两个半月之内就1到2天可以这样子。好，但你要先确保100%，就是基本上95%以上的时间都是每天能够读到4个小时以上的。好，这个东西很重要哦。如果在职考试没办法确保这件事情的话，就建议先不要来这样子 ，OK？ 好，因为你这样子很难就是透过中介者的计划来提分 ，OK？ 好，这样的概念。好，然后呢，至于说中介者到底是全职在职还是比较好的，其实老实说，过去有蛮多提分的同学就是成功出分的同学都是在职考生啊 ，OK？ 好，就是这跟在不在职没什么关系，这跟就是你能不能愿意为了 GMAT 牺牲其他东西有关系。好，就很多在职考生其实他没有完成中介者的作业，他就不会睡觉。好，他就会真的去拼了命的完成它。OK， 好，所以就是到最后他们也有一个拿到了，就是从540到690，然后呢后来上了 Cornell，OK， 好，然后也有一个就是从650到740。好，那现在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还没有出去这样子，那他已经拿到740分的成绩。OK， 好。对，就是这些人都是在职考生啊，所以其实无所谓在职或全职会，比较好。OK， 好，基本上就是什么？基本上就是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承诺，叫做每天4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你愿不愿意被我高压的这个就是监督这样子。OK， 好，对，所以就希望各位来之前你要先有一个决心，就是你愿意为了 GMAT 牺牲其他的事情。甚至是你的睡眠 ，OK， 好，然后我讲一下下面的东西。好，那个考前这刚刚讲过了，呵呵，对，然后每天翻译一篇新闻，大概做了3个月。阅读理解除了翻译 NYT 之外，翻译 GMAT 文章会有一样的效果吗？那个我放在部落格上的那个做的那个就是《纽约时报》的阅读训练，那个其实上是旧的方法了。好，那个是比较旧的。OK， 好，对，那我现在最近2年在做的给中介者同学做的阅读训练是新方法。OK， 大家跟你简述一下新方法。好，新方法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读书计划的表。好，我会分3个阶段，前面3周时间是去做阅读理解的一个初级，我们是拿 SC 的正确句子，好去锻炼自己能不能看完正确句子之后，重新在脑子里面想过一遍，然后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OK， 好，用自己的一句话表达出来，而且要用英文。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东西能够过关之后，我们接下来才会进入到为期3周的中级，就是说开始用 CR 的题干，每天5组，然后呢看完之后自己用英文写出一套完整的论点。好，所以换句话说的概念。然后呢，看完做了3周扎实的训练之后呢，最后才是就是用 RC 的题干，好，然后呢每天1组，然后看完之后用英文来写 summary， 像是这次像这样的概念，好，就是好一种是这种看完 SC 的正确句之后，自己重新用自己的话，换句话说，再来是 CR， 再来是 RC，OK， 好，那当然就是回来了，呵呵，对，那当然就是在做训练的时候。好，各位，我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天哪，真是烂啊！现在好了没有啊？我快崩溃了，你知道吗？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烂线，对吧？现在好了没有？现在好了没有？哦，我的天哪！对不起大家哈，这个是三小啊，这个是什么烂程式？对不起大家啊。好，我刚讲到哪里？拍谁？我刚讲到哪里？
哦，快气死，气！还有刚讲到哪里？跟我提示一下，刚刚讲到哪里？OK， 等一下一段现在立刻跟我讲好不好？我现在都很害怕，你知道吗？我现在都不能，最好不要移开这个荧幕，感觉特别可怕。哦，来，各位，我刚刚讲到哪个地方？所以新方法还没有讲到嘛？天哪，我刚花好多时间讲新方法，我的天哪！OK， 好，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好，新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会先从一句 SC 开始。你看，我先确定一下有没有断，我现在觉得很害怕，还是又断了，还是没有断？我的天哪！救护车都要来救我了。好，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新方法会先从一句 SC 开始，想办法先让你看一句 SC， 然后呢，能够立刻反映出这个作者想要讲什么，然后并且用自己的一句英文来回答。OK， 好，用自己的一句英文回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例，好不好？好，这个范例好。Beneath the soil of the Malheur National Forest in eastern Oregon, a fungus that has been slowly weaving its way through the roots of trees for centuries has become the largest living single organism known to humans. 好，这个是我们的范例。OK， 这个是 SC 的正确句。好。来确定一下荧幕有没有回来，觉得现在好抖。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终结者同学，他都是怎么做的。OK， 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知道了，是因为我开了多工，iPad 不允许我开多工。OK， 然后还直播，我不知道从哪小，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OK。就是一个很北蓝这样子，对，好。喂，所以现在好，我刚把多工关掉了，所以应该不会有事了。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会有事了。好。我想我下次可能应该用 Zoom 才对，对吧？好，我下次应该用 Zoom 才对。好，我刚把多工关掉了。好，我讲一下哦。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句子嘛，对不对？这个地方就是同学们的改写作业，不是边看边写哦，是看完之后在心里面重新过一遍之后。再把资讯重新吐出来 ，OK， 在心里面重新想一遍之后，再去重新想一下，你会用英文怎么表达？好，这个会大概持续3周左右。然后呢，等到过关了之后，我们会进入到一次看完一整段的 CR 的论点，再去用2-3句话，用自己的英文来表达 ，OK， 然后最后才是进入到说。一次看完整篇 RC 之后，用3-4句的 summary 来总结整篇文章 ，OK， 好，这样的概念，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中间的最新的训练方法，就是一开始先用 SC 的正确句，然后接下来再用什么？再用 CR 的论点，然后最后再用 RC 的文章。每一次做的都是看完原文之后，眼睛就撇开，去想。你要怎么样用自己的话重新写过一次 ，OK？ 好，这样的概念，好，这样的概念所以真的不好意思让大家就是一直断线这样子，好，所以基本然后呢，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做中间如果准备这中间如果就是这个做人话练习的时候任何的奇怪的地方 ，OK？ 好，或者比如说句子结构错误的地方，或者是文法有错的地方，我也会帮大家点出来这样子 ，OK？ 好，像你看这也是一个同学的作业。像这个同学的作业就可以明显看出来有很多就是文法的问题 ，OK？ 好，比
比如说有很多这种就是表达上不清楚的问题，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考生在做 LC 的时候容易发生的错误，都会帮他点出来说，你这个代表说你 LC 有哪些考点是不熟的。其实你知道吗？与其说是考点，还不如说是一个人的写作能力。好，当你的写作能力不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当你的写作能力不好的时候 ，LC 就会变得不好，这样子。OK，LC 就是写作的测验，老实说。OK， 好，对，所以透过就是这种就是阅读训练，一步一步来，从 LC 开始写人话。OK， 好，然后再来到 CR， 再来到 RC， 好，慢慢锻炼自己能够掌握一句话复杂句的句意，再来掌握2-3句复杂句组成的一个论点的语义，然后再来掌握好几个论点组合成一篇文章的语义。我们是一步一步按照顺序来的，好，我们的顺序会是有层次的，好，初级、中级跟高级这样子。OK， 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希望这次没有断掉。我们来确定一下，来还听得到，可以帮我打个1吗？好不好 ？OK。快气死了，真的快气死。好，我刚把所有的多工都关起来了，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下次会记得把所有的多工都关起来。OK， 好。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对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阅读训练的方法，是透过就是3个阶段的，就是人话训练。OK， 好，对，那人话当然全部都是 GMAT 的文章啦，这样子。当然最后一个阶段会加入一些课外的文章，会加入一些课外的难的文章。好，不过就是前面都还会是 GMAT 的文章这样子，好不好 ？OK， 好。然后呢 ，RC 解题流程是知道段落的大意，再针对题目段落是选答案吗？是啊，没有错啊。好，就是 RC 解题流程，基本上我们的流程就是如果你有来上过先修班的话，你应该会记得嘛，对不对？就是说，好，我们一开始看文章是不会去细看的。好，我们一开始看文章，主要重点是抓住段落的大意。好，就是架构语气论点啊，这样子。好，然后呢，接下来在写题目的过程中，根据自己对段落的记忆，回去小区块重新定位去细读，这样子。OK， 好，对，就是绝对不能够慢慢的细读一开始的文章。OK， 好，因为我们在中介者里面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介者的讲义里面，就是讲RC 进阶策略的时候讲到什么东西。好，我们有讲到说，其实过去考生的观念叫做我想要100%的理解，所以我会很慢的读。我有任何一句看不懂的地方，我都会觉得很焦虑，所以我要一再的重复。好，然后呢，一再的重复看不懂的情况下，我就会选择直接放弃。这个时候信心被打垮了1半以上。再来看的时候，因为很慢的读，所以呢无暇分工去做其他事情。看的时候不会去想下一段会出现什么，或者是后面会怎么写，甚至题目会怎么考都不知道。OK， 好，这些都是过去考生做 RC 会停滞不前最大的问题。事实上，我跟你讲，就是说跟大家讲，就是说。大家其实阅读测验这个东西，对不对？你已经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对吧？以前的学测、指考、托福、多益，或者是那个基测，每一次都有阅读测验，但为什么只有 GMAT 这一次会让你觉得乱了套？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用老方法不能解决新问题。OK， 你过去阅读测验慢慢读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在 GMAT 这个考试里面，我们就需要一套全新的策略，这样子。OK， 好，来，这些东西都是考生常常会有的坏习惯。OK， 好，尤其是多占考生都无法摆脱的坏习惯。好，那在终结者里面，我们就会从这边开始去先从你的做题观念开始打破，好，开始重新转换。好，为什么第一遍不能慢慢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一篇文章里面有价值的资讯只有30%。所谓有价值的资讯是叫做会考的资讯只有30%。OK。70%的资讯都是不会考成题目的 ，OK 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慢慢读，等于你浪费了70%的时间在不会考的题目的资讯上面，这样子 ，OK 好，当然这个时候我知道各位同学就会有个问题说 Dustin， 可是我在看第一遍文章的时候，我哪知道说哪些资讯会考，哪些资讯不会考，对不对？因为题目又不会一次给我嘛，他只会一次给我一题嘛，对吧？好，如果我先去看题目不看文章的话，我又不知道怎么定位，对不对？对吧？它就很麻烦。好，当然我们的做题流程还是一样，是先看文章，只是我们会去讲说，看第一遍文章的时候，你要如何去预知文章里面会考出来的有价值30%。OK， 好，这边东西我们就会去讲说，第一个，看文章的时候你要怎么去
好，预测架构，预测说文章里面哪些句子会是重点句，哪些句子会是会考出来主旨题或作用题的地方。OK，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怎么样去预测某些特殊的题型会在哪些地方定位出来。好，事先去预测说这边可能会考 supporting idea 题啊，这边可能会考比如说主旨题啊 ，OK， 这边可能会考什么evaluation 题目啊。这个时候你在考试的时候看第一遍文章，你就知道哪里该放慢，好，哪里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好，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就是基本上你要如何就是你要如何克服自己 RC 第一遍读得慢的点，就是你要去先知道一个事实，不是每一句话都值得你慢慢的去读的。OK， 好，整个文章里面只有30%是值得你慢慢去读的资讯，好，也就是会考的资讯。好，那你的重点就是什么？你要去掌握到底哪30%会考出来，会考什么样的题目。OK， 好，那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先抓一些基本的，就是架构语气论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跟大家讲说要做逻辑简图的原因，因为至少你抓住架构语气论点之后，你不用像作业者这样那么进阶啦。好，你至少要抓住架构语气论点之后，你可以回去定位比较快，这样子。好，所以千万不要慢慢读哦，千万不要慢慢读。OK， 好，这样的概念。400不用买页少报告了，对吧？就是先从阅读能力跟数学的那个基础能力开始加强会比较好，这样子。OK， 好，阅读长难句的准度跟速度，刚刚我们已经有讲了，就是说先从就是练习一句那个什么，就是用看完 SC 的正确句，你知道长难句嘛？老实说，你说长难句应该是专指就是RC 的长难句，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你想RC 长难句再难也不会比 SC 难啦。SC 就是专门考长难句的，不是吗？对不对 ？SC 句多么复杂，对吧？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们在班上练习长难句的方式都是，就是拿 SC 的正确句训练自己，看完一遍之后眼睛撇开，不要回头，按照自己的记忆去把刚刚的零碎资讯拼凑起来，去想到底刚刚我看到那个作者他到底想要跟我表达什么样的意思，这样子。OK， 好，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去训练自己读长难句的这个准度跟速度。OK， 好，那你不需要去特别做什么杨鹏长难句，那个就是老实说，我觉得有点太怎么讲？我有做过可是我觉得那个是给英文有一定基础的人用。就是如果你英文本身就不错的话，用那个可以。因为它里面都是最难的句子。OK， 但如果你今天英文本身没有那么就是本来就很不扎实，然后再去越级打怪就有点太可怕了，这样子。OK， 好，所以我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讲，我不会建议用杨鹏长难句。我不太会建议，除非你自己的英文程度是原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OK， 好，才这些建议使用这样子。OK， 好，1月中要考试，现在做题速度还是非常慢，怎么办 ？OK， 然后呢，时间压力之下，正确率会大幅降低。当然第一个1月中要考试，现在还有1个月又7天的时间，对不对？大概5周左右的时间。好，首先你的这个问句里面有预设了一些前提，这些前提会让你整个问句的解放陷入死胡同。OK， 好，你的前提就是你1月中要考好，对不对？就是你觉得1月中那个时间是一个应景的时间，我希望那个时候就要考好。但是我必须要说，做题速度非常慢，有些时候它的问题很多样。OK， 做题速度有些人只是他考点不熟，有些人是阅读能力不够，有些人是做题的时候容易在不需要犹豫的地方犹豫。OK， 好，每个人不太一样。好，如果只是在不需要犹豫的地方犹豫，那个还很好解决，那个就只要设定停损就可以了。好，如果是观念不熟悉，那个也蛮好解决的，那个就是1个半月的时间，是可以就是透过重新复习讲义的方式，重新听录音档的方式，然后去做扎实总结的方式来解决，那个没有问题。但如果今天是阅读速度太慢，那个可能就要更改考试时间。因为阅读速度的加强，基本上我会抓2个半月会比较稳。OK， 好，那你说 Dustin， 我怎么知道自己的阅读速度是不是过慢呢？很简单，给你一个标准。好，这个标准叫做，我把它打在这个地方，叫做 WPM words per minute。好 ，words per minute。
好，也就是说你在看文章的时候，你每分钟可以读多少单词 ？OK， 你就是拿一篇 GMAT 你没有看过的 RC， 然后呢，你就去把它看完。好，用你最正常的习惯把它看完，就像考试一样把它看完。然后呢，去记时间，记完时间之后，去把那个文章的字数算出来。Word 里面有那个 Word Count， 就是统计字数功能。好，看一下网络还有没有断。好。有统计字数的功能，这样子 ，OK， 好，去把它算出来，去把字数除上分钟数，比如说什么450字除上1分50秒除上就你记出来那个时间，这个标准，你的阅读速度至少达到150到180之间 ，OK， 好，如果你发现你阅读速度是接近什么110、120，甚至是比100更低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直接先更改考试时间，好，先往后延了，因为要把阅读速度提升，并不是那么快的事情，好，可能会需要就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大量的去做阅读训练，这样子 ，OK， 好，扎实的去做阅读训练，好，但如果你的阅读速度本身已经有150到180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就不用去改时间，因为接下来只是要确定说你的做题的就是到底是观念还没有完整不扎实。还是说今天做题熟练度不够 ，OK？ 还是说今天做题上某些点你会有不必要的犹豫，就是解题流程的小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在1个到1个半月之内解决的，这样子 ，OK？ 好，还是说这只是单纯的压力问题，对不对？好，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会建议去慢慢的理清问题，就是你先测自己的阅读速度，好，如果有到标准的话，我们再来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样子，好不好 ？OK？ 好，这样的概念，好。我看一下，我是不是默默的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完了，是吧 ？OK， OK， 对，不好意思，大家刚刚都不好意思一直断线，然后少了很多人气，我觉得好难过这样子。OK， 好，谢谢。OK， 好，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好，我们再开放15分钟的时间，好，让大家来问，好不好？好。对，就是基本上，对啊，因为等一下15分钟之后，我可能就要回去回终结者这边的问题了。你看，这边又多了好多好多的问题哦！天哪，我每次早上起来开这个就很想死，你知道吗？因为我有个习惯叫消红点强迫症，就是我每次看到有没有回的问题，我都会想要赶快把它回掉。好，没有回的讯息，我想赶快跟上这样子。好，所以基本上我每天都会回2到3次。OK， 好，所以在这个你如果你加入中介本的话，你是不用怕说你的问题会没有人回答的哦。就是说我基本上就会大概在1天之内就会把它结案掉这样子。像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12月7号的，大概在像昨天的问题现在都已经结案了，因为我说结案的时候要标注已结案，昨天的问题都已经结案了这样子。OK， 好，对，然后每个问题下面大家的讨论跟回答都很踊跃。OK。好，这样的概念，对，所以各位，如果你真的有时间，然后愿意能够就是好好配合读书计划的话，欢迎你来参加终结者这样子 ，OK， 好，对，那我们现在也是比较就是弹性一点的嘛，就是让大家能够每一个我们原本都是实体课，好，我们现在是大概有1/3的1/3的线上课 ，OK， 然后呢2/3的实体课，好，然后呢也不会说连3天上课，好，我们会安排中间有一天是空的假日这样子 ，OK， 好，这样的概念，对，然后那要参加的话，记得不要什么开课前一天来报名哦，因为我们开课是12月18号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前一周就大概是5天之后啦，好，就是12月10号、12号左右，我们就会开始有作业了，课前作业 ，OK， 好，像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前面都会有一些课前的这些规则啊，或者是像一些课前的一些作业 ，OK， 好，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请大家能够要先做好，还有课前的影片要请大家先看好，我们整个终结者的那个整个读书计划的影片大概。我看一下，大概有快30个小时吧。包所有的课程后面的作业的那种详解影片啊，加起来大概有多久啊？我看一下哦。好，大概有，对，这边全部加起来应该有快20几30个小时这样子 ，OK， 好，
每一个课堂上的作业都有小作业跟检讨，好，还有就是影片这样子 ，OK， 好，这样的概念。对，所以如果要参加的话，记得不要太晚了，记得在开课前1周就要报名，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就是足够的时间来做课前的作业，好不好 ？OK， 好，对，然后也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跟大家认识，还有就是开始去做课前的讨论 ，OK， 好，对，好，我老实说，每天回这个问题都好想死哦，就是等于是像保姆一样这样子，但没有关系，就是对。只要你愿意就是配合读书计划，好，愿意撑下去，基本上我是不会敷衍每个人 ，OK， 我不会敷衍大家这样子 ，OK， 好，你可以看到每一份作业我都有去抽查，好，然后呢每一份作业我都有很认真的批改这样子，好不好 ？OK， 好，对，好，我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人呢？还好吗 ？OK。好，而且提醒一下就是通常终结者我们虽然表定是这个，就是我看一下，对，这是先修班。我们虽然表定终结者的读书计划是大概看一下在这边应该最后的地方，我放哪里？放到最后。好，这边没有，应该是开始的地方。虽然表定是大概2个，转不过来，靠北。好，虽然那个表定是3321，然后7天嘛，所以大概是8周嘛，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大家执行会大概到不是8周，1、2、3、4、5、6、7、8、9、10周，但实际上执行会花到大概3个月到3个半月左右。OK。就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大部分的同学都还是会比较延迟这样子，所以大家还是来之前要稍微预留一下3个月的时间，好不好 ？OK， 好，这样的概念，我们是做最扎实的训练，好，对，那这个对于讲求速成的同学可能就要失望了因为Dustin这边是完全不求速成的 ，OK， 好，就是就是求扎实这样子，好，所以如果你愿意吃苦，然后呢，你愿意就是好好做，好好就以提升自己的那个能力，然后呢，面对这个考试的话，非常欢迎你来。但是如果你是要求捷径的话，那这边可能没有捷径。OK， 好，会有扎实的训练，但是没有捷径，这样子，好不好 ？OK， 好，然后对，所以就希望能够找到有缘人啊。对啊，就是我有想过说，要不要这个班弄得比较宽松一点啊，然后要不要我不要那么严格的对大家之类的。可是老实说，就是如果不严格的话，这个班就没有意义了。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这个读书计划也没有意义了，所以我还是会继续维持一贯严格的风格。只是这个严格不代表说是不近人情啊。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就是说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或者你先跟我讨论的话，那个当然还是可以通 ，OK， 就比如说Dustin， 我今天突然肚子痛，我能不能就是怎么样，你先跟我讲，然后呢，不要事后让我知道，就我比较忌讳的是这个啦，我比较喜欢大家事先跟我讲说，我可能有什么事情，那这个我会帮你去调整读书计划，我帮你调整读书计划跟那个就是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比如说我来看一下，我看一下同学，我记得，糟糕，这边都有名字，不好意思给大家看，基本上就是有同学，如果突然有事情的话。突然有事情的话，我就会说，那我们来讨论一下那天你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那天你可以把时间缩减到做几题就好，或者是你可以专心做什么训练就好。不用就是等于说我会主动帮你调整这样子，帮你调整时间。OK，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这样子。OK， 好，对，这是断了吗？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好可怕哦。是断了还是没断？怎么大家都消失了？应该还没断吧？OK，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奇怪，今天都没有人要问题目的问题，好诡异哦，对吧？我还以为今天会遇到大量的题目的问题，是讲大家要放弃考试是吧？还是说，你知道，就是好像大家都比较喜欢听我讲垃圾话，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之前那个就是。有些时候会开线上的那个什么，就是咨询世界嘛，对不对？
然后就没想到就是线上咨询时间好像到后来我就开始变得垃圾化时间，就开始一直讲那种就是像电台主播、电台那种就是主持人一样 DJ 一样讲一堆有的没的，那边舒压。好，据考生说蛮舒压的这样子。好 ，GMAT pronoun 的问题可以啊，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问就直接问啊，这样子。OK， 好，对我考生真的好，我们想来听垃圾，好可怕，压力太大是不是？哦，你知道我还要推荐考生去什么吗？去那种就是那个给大家看，不是，还有 angry 什么 angry room 对不对？好像是什么愤怒屋。这个，对，我有推荐考生去这种，就是这不是业配哦，哈，这我随便搜寻的哈，就是去这种就是愤怒屋，就是考差之后对不对？你就直接 book， 直接去预定，然后你进去之后就砸烂所有东西。好，它这些东西全部都让你砸的这样子，你就是拿一个那个球棒进去穿护具，把它全部砸烂。好，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好，对，据考生说这个很好发泄。OK， 好，所以如果就是你需要发泄的话，你可以去预定这个愤怒屋。哦，我是不会有回扣，我也没有优惠。OK， 这只是考生的分享，跟大家讲而已，这样子。OK， 好，然后我看一下那个什么，刚刚的网页在哪里啊？哈，看一下哦。应该在这边，你看一下12月18之后的下一次终结者什么时候开课？大概会是农历年之后，会是2月中了，2月中开课这样子。OK， 好，会是2月中这样子。好，而且因为我们终结者的时候，我会专心服务一期同学。好，因为一期就是2个月的时间的答疑时间，我会把这2个月的结束之后再开下一期。OK。好，所以下一期可能会是12月18之后这样子。好，你说有学习到必须要有明确的指代，但是做到一题没有指代是正确的。我来猜猜看，你说的是哪一题？哈，这个应该在我们终结者的讲义里面也有讲到。好，刚好在 pronoun 地方就有讲到。OK， 像这一题吧，是吗？是这一题吗？我不知道。哈，你看，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一题哦。好，我们看一下原句哦。好。Whether they will scale back their orders to pre-2003 levels or stop doing business with us altogether depends on whether the changes that their management has proposed will be fully implemented. 他们是不是会把订单拉回来，还是说会跟我们完全断绝来往，取决于说他们的管理阶层现在要做的一些公司的改革是不是能够被彻底的执行，彻底的采用。 OK，这间公司到底是会跟我们来往还是断绝关系呢？取决于他们公司的改革是不是有成功。 OK， 好，这样的概念。好，那你可以看到，各位可以看到，好，这个句子本身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就是这个类指的应该是那些人，但是这个那些人在整个句子里面完全没有出现过。好，一下子类，一下子 there， 好，有没有看到这些代名词在句子里面完全没有还要指代的对象？这个在我们学到它叫严重的错误，对不对？的确，它是文法上的问题，就是没有 referent，OK， 没有它要指代的这个对象。好，但不好意思，这一题答案是 A 选项。OK， 好，原因很简单，就是5个选项都犯了这个问题。OK， 好，所以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在 GMAT 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所谓的某个选项你光看就可以知道它必对或必错。好，就算是严重的文法错误，也有可能怎么样在正确答案里面出现，前提是5个选项都犯了这个错误，没有人能改善它。我们回到 OG 去看最基本的东西， OG 里面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OK， 好，大家都很少在看 OG 里面的这个介绍的，都开始自己去练题目，对吧？我跟你讲，这个介绍这是最珍贵的地方，好不好？哦，来我们看一下 OG 前面的这个20几页的 SC 的介绍的部分。好饿哦，但是我现在执行断食法，间歇性断食法，过9点之后就不吃东西了，所以我现在不能吃东西。OK， 好，我们看一下前面讲什么东西。前面讲说，等一下，我为什么一直按到前面？妈的！哦，来，那个这个地方吧，应该这个地方。好，来。Sometimes you may be able to think of the wording that works better than any of the options presented, but the task is to find the most effective. 重点在后半句哦。The task is to find the most effective of the available choices within the parameters of the problems posed. 就是重点是它
背后隐含的概念我帮你翻译一下，好，不要字面翻译，我跟你讲我的解读，好，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选项对还是错 ，OK， 好，你不要说心里面有一个第6个选项，你觉得应该怎么写，你觉得每个选项就要拓你这个标准，好，比如代名词没有指代就一定是错的，哦，你要想的是这道题目里面5个里面最好的是哪一个？换句话说，就算代名词没有指代是严重的问题，如果其他选项没有办法改善它的话，那就不算数。好，所以这样的概念 ，OK， 好，这一道题吗？这一道题没有指代也是正确的哦。这道题吗？我们来看一下哦。好，这道题我大概有个印象。好，来。没有明确的指代也是正确的。你在说哪一个选项？我看一下，这道题刚好是我们昨天在讨论的题目啊。我看一下我们这终结者昨天在讨论的题目，好像就是这一道嘛，对不对？哦，是 Although Elizabeth 这个嘛，对不对？这道题目，哦，没有指代的对象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这个吗 ？Among her contemporaries, she was considered a better point。有啊，有指代的对象啊。这个代名词不是这个代名词吗？对啊，所有格跟所有格啊，对不对？所有格对应所有格的指代啊，不 ，her 对应的是 somebody's， 对吧？好，所以这是有指代对象的，这怎么会没有指代对象？对啊，它是有指代对象的，对不对？它是所有格代替所有格，读者在读 somebody's 跟 her 不是就是同样的意思嘛，对吧？好，所以这个是有指代对象的，好。不过我觉得没有啊，它有没有啊？就是不要想那么复杂哦。你就想，我问你，读者看到这个 her 的时候，会不会联想到是前面讲过这个女生的会嘛？对不对？啊，读者后面看到这个 she 的时候，会不会联想到是你前面讲过的这个 her 同一主人？因为我们说代名词在句子里面会有同一性嘛，对不对？第三人称女性的代名词会被默认为是同一个人，对不对？对吧 ？OK， 好，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就好。读者在看这个句子的时候，会特别去倒回去看说这个 she 在句子里面有没有主词吗？这个 she 在句子里面有没有名词可以指代吗？为什么大家做 SC 都要脱离读者的理解呢？你知道，我就很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你看我在这个终结者这个内部的这个讯息里面都有讲说，绝对不要做读者不会做的事情。第一个，不要帮比较句还原。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喜欢把句子倒装句比较句还原，还原干嘛？你平常看杂志的时候你会去还原句子啊，对吧？第二个，大家读的时候很喜欢跳过插入语，你跳过干嘛？你在平常读文章，你也会去跳过资讯吗？不会嘛。再来，最可怕的事情是，大家喜欢看到 which 往前找指代，看到代名词往前找代替的对象。哦，看到平行往前看平行的对象，就是由后往前看，由后跳着看，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做法。OK， 好 ，SC 不要去用读者不会用的角度去看句子哦，这个很重要。哦，我会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句子里面你要想的只有一件事，顺着往下看，前面先讲某个女生的成功被她的老公超过，这个 her 读者看到的时候会不会认为是前面这个女生的老公？会嘛，对不对？那后面讲说，在她的同才之间，她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好，她被认为是那个比较好的诗人。OK。哦，这个序读者看到的时候会不会认为是跟前面这个her是同一个人？会嘛？这样就可以啦，对吧？哦，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无法指代的问题，对啊，这就是最基本的读法，不是吗？就是难道读者会看一个句子的时候，还会去想说，那个我觉得这个句子，这个看到这个序，我要帮你检查一下这个序在句子里面有没有主格或有没有主格出现，能不能代替主格加塞啦？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OK？ 所以我希望各位在做 SC 的时候，不要脱离读者的理解 ，OK？ 回去想一下。你们在检查一个选项的时候，有多少时候是倒着看，有多少时候是跳着看，这些都是错误的习惯。OK， 读者不会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做这样子。
OK， 好，这样的概念。好，对，这个是我不是在敷衍大家哦，我是说认真的哦，就是不要去脱离读者的角度看事情，对。千万不要去想说这个 S 就像程式语言一样，一定要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没有啊，就是你只要确定，你让读者先看到这个人，这个女生的成功，然后呢后面又说她的老公，这个她会被读者理解成是这个女生就好了。那后面这个序她又会被理解成跟同一个女生，只要这个逻辑没有问题就可以了。没有说在文法上一定要怎么样这样子。OK， 好，对啊。好，就基本上，我记得我在我的部落格上，我也有放上一些文章。我记得我在我的部落格上，我有放最新的文章是这样子的，就是用具体问题、具体判断的思维来解决 SC。OK， 我里面就有讲说，不要去不要去帮 SC 归纳出奇怪的死规则。OK， 不要去帮 SC 归纳出像程式语言一样的奇怪规则。当你帮 SC 归纳的考点规则越多，你的思考就会越混乱，这样的概念。OK， 好，来，怎么了？现在大家还在吗？还在吗？好像讲了很多，好像什么都没有讲，对不对？就是怎么讲？我一开始教 GMAT 的早年，我会喜欢归纳出很多的规则，我也想要归纳出很多的，就是具体资讯，让大家去学，让大家去背。因为感觉上这样大家会觉得我比较有料，会觉得学到比较多东西。可是教到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实际上 SC 并没有统一的规则。并没有说句子一定要怎么写或怎么样，没有那么多很 technical 的原则，有的只是什么写作的原则，跟读者的理解会不会让读者困惑这样子，所以到现在我反而比较少写一些，就是说一个句子一定要遵守什么的原则，什么东西一定要怎么样之类的。OK，对，那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是这个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之后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分享这样子。OK。对，但简单来说，就是代名词没有说什么主格一定要只带主格，所有格一定要只带所有格，没有。你只要确定你让读者从前和后顺着往下看的时候，他会理解到那个 her 或she指的是前面讲的哪一个女生就可以了，这样子。OK， 这样的概念。好，那个还有问题吗？大家还有问题吗？好，我们再开放2分钟，好不好？看大家还有没有要补的问题，这样子。OK， 好，就是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最近没什么问题。就是好，如果对，就是因为我记得之前开那个什么打麻将直播的时候，那时候还蛮多问题啦，对不对？大家都疯狂丢，害我打完麻将之后都要花2倍的时间来解问题，这样子。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都没什么问题，是怎样？是进入了秋天的忧郁了吗？不对啊，现在已经冬天了。冬天这个时候应该是各位准备要拼出分的时候，对不对？对吧？准备要拼出分的时候，应该要好好的准备问题，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是不用担心，我这边等待大家的问题。我们再等1分钟的时间。最近天气也变冷了，台湾这边应该现在也大概已经20度了嘛，对不对？现在20度了，所以大家也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这样子。OK， 现在呢，如果你一发烧的话，可是哪里都去不了咯。十分忧郁，为什么十分忧郁？是快要考试所以忧郁吗？就是我不是实战的时候看不懂 SC 句语杂整，很简单啊，断啊，就是你就直接选一个你觉得随便的选项就把那个题目放弃掉，就这样。对，我说我是认真的。看不懂句子的原意的话，就把那个题目放弃掉。我没有跟你开玩笑这样的概念。对，就是因为你看不懂，你还去瞎做，你就是浪费时间而已，真的，对啊。就是做 SC 基本的原则，就真的是你要至少怎么样，就硬猜都要猜出一个作者他想要表达大概的意思。就算你猜很模糊，
居然你只掌握了20-30%，都要把它猜出来。如果你真的猜不出来的话，你后面去做，你一定会整个满头雾水，然后你就会用一些乱来的技巧，然后你会连带的把这个习惯传染到别的题目身上。所以根据过去的经验，我都会直接讲说，如果这道题目你真的看不懂，你就不要硬考。你与其想什么怪招猎招，你还不如直接停损停掉，把这个时间拿到其他题目去。你不会因为一题放掉就整个考试垮掉，但你会因为一题突然想出奇招，结果花很多时间，或者是你把这个奇怪的习惯带到其他题目里面去。OK， 所以我会建议是这样子，真的，我就直接讲说，如果这道题目的句意真的是难到你自己看不懂的话，你就放掉。你放掉难题不会影响你的分数。OK， 我们之前的那个 ESR 分析有说过，算分模式里面你放掉难题不会影响你的分数。但是如果你放掉简单题怎么办？那我必须要说，如果简单题的句意都看不懂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等到考试之后来做阅读训练才行。OK， 对吧？那就是等于说这个基础是需要加强阅读能力的这样子。对啊，就是平时要怎么去锻炼那个阅读能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3步骤嘛，对不对？先学习把 A 字的正确句看完一遍之后，眼睛撇开，去想这位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然后自己用英文把它写出来，这样子。发我一题，然后演示一下我怎么解题，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这不是我常常在做的事情吗？直接发，对啊，这不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吗？我来吃个糖果，等你发题目。走间歇断食的时候，就会想要吃一点东西。我现在只能吃喉糖。这道题目我好像知道好，我讲一下这道题我怎么解。好，我打开，希望这个萤幕大家看得到。我决定了，等一下我要在我那个手机上面开一个我自己的直播的那个视窗，我确定一下我看到的萤幕大家也看得到。等我一下我开个自己的直播的这个视窗这样我看到萤幕大一点。好，我看到了，这样我就可以确定萤幕没有断。我怎么那么笨啊？刚刚这道题目对不对？好，我现在开始直接给大家看。首先第一个步骤叫做什么都不要做，看原句说人话。专心，先假装5个选项不存在。好，你甚至可以在平常做题的时候用手把它折起来，然后呢，去想这个句子原句它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好，我们来看Prices at the producer level are only 1.3% higher now than a year ago and are going down, even though frost in the Midwest and drought in the South are hurting crop and therefore raise corn and soybean prices. OK， 看这个句子的时候，先大概知道说，它大概讲的是说，就是这个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好像今年比去年大概只多了1.3%嘛，对不对？然后呢，它还是逐步回温当中。虽然怎么样？虽然有天灾、有干旱、洪水有干旱，让这个作物收成不是很好，让它价格变高，但是它的物价指数没有变高，对不对？我们重整一下意思。虽然今天有天灾、有干旱，有干旱呢，有洪水，让这个作物的价格提高，但是呢，其实整体的物价并没有那么高，只有高一点点而已。好，我们重整完意思之后，我们考试中会稍微想一下，说到底这个句子有什么样的逻辑。好，大家知道我们的解题流程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会去主动发现问题。OK， 好，给大家看一下解题流程里面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读原句的时候，我们刚才做的是前面这个步骤，对不对？对吧？好，前面这个步骤，
接下来我们会去想这个句子里面的大方向逻辑关系是什么。我们刚刚读到的应该是哪两个？我们刚刚应该是有三个逻辑关系，有两个啦。一个是平行比较，对不对？还有在比今年跟去年的概念，所以我们可能会去注意它的逻辑是不是对等的。好，它的比较会不会有歧义？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它的时间关系，对不对？还有今年跟去年的区别，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去注意它的时态有没有问题，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看句子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它最明显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当然，这个句子我们看完一遍之后，它的文法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好，它的这个在这边的表达的平行应该没什么问题，对不对？对吧 ？Now than a year ago 应该是今年对去年比，对不对？今年对上去年，它的平行是时间的平行，这样子。那看到后面这个地方，应该最有问题的是后面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是时态，就是奇怪，什么叫 are hurting curb and therefore raised？ 你怎么这个时态用的不太一样？好，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看英文的时候，大部分的句子时态都会写的一样，也不是说不一样不行，只是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去思考它的逻辑是不是有点问题。这边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时候，觉得怪怪的，我们就会去什么稍微思考这边逻辑有没有问题。仔细想一下意思，逻辑好像有问题，是这个现在伤害谷物，接着在过去，怎么会用过去式？接着不是后来的事情嘛，对不对？因此不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犯了什么问题？犯的问题是逻辑上时间怎么颠倒了 ？OK， 好，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什么问题？它其实是所谓的逻辑严重不合理，对不对？对吧？我们发现的问题，如果今天是逻辑严重不合理的话，我们只要确定等一下其他选项帮它改善时态问题，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选项排除掉了。OK， 好，所以这个时候对不对？我们来看一看其他选项，我们帮它改善。我想注意哦，看其他选项的时候，你要从头到尾看哦，你要从头到尾看。你们注意到这边有写，一定要用选项干掉选项，你不能说 A 有问题先干掉，不行，你要看别的选项能不能解决。因为我们刚刚有示范过嘛，有些题目是5个选项都一样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去碰它。对，然后你看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完整句话。换句话说，我们这时候去看的时候，我们虽然是去解时态，可是我们不会只跳到看时态。好，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不会是眼睛只看这边，只看这边，不会。我们会做的事情是，我们会重新把另外一个句子套回原句，很快读一遍。所以还是会从开始看哦，但是读的会有点快。然后读到这边的时候，放慢速度看有没有改善问题，有改善，对不对？这边的时态用的是一样的时态，就不会有矛盾，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 A 选项的严重问题在 B 选项有获得改善，我们就会把 A 选项排除。好，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检查一下其他选项这边有没有犯刚刚的严重问题，这边也没有问题，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顺着往下看，当然我们是从头开始看。好，考试要养成这个好习惯，从头开始看。看到这边的时候，觉得奇怪，这边时态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会动它，因为这个地方的时态也没有倒反的问题。OK， 好，然后呢，1选项这个地方呢，从前面顺着往下看，然后注意哦，不能只看选项里面哦，这个地方的时态也是一样的，所以这边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先排除掉 A 选项，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剩下选项的那个最前面那个句子当成原句重新再读过一次。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地方。等一下，为什么没有颜色？因为是橡皮擦。好，来这样读过一次。Now then there was a year ago。好，它这个逻辑上应该是顺着读下来，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平行是 prices。OK，prices at producer level 对上 prices of a year ago， 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逻辑上，我们刚注意的平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Even though fraud in the Midwest and drought in the South are hurting curb and therefore raising， 那这边时态也没什么问题。好，如果你今天发现这个选项没问题的话，你就去看别的选项是把它改好还是改坏了。OK， 好，这个地方的 C 选项把 those of 省略掉，只剩下 a year ago， 我们顺着读下去，会不会让读者误解？其实不会误解，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边有 now， 这边也有 a year ago， 读下去我们也知道是现在比起1年前，对吧？所以这个地方的逻辑是没有问题，反而变得更精简。它是改好了，改得更精简了。但是注意哦，我们的解题流程里面有说，我们绝对不能够用可读性高低的这种冗长精简问题来衔接，我们要先去想基本表达问题。OK， 好，所以遇到这种冗长精简的话，基本上我们先
会先避开啦。好，我们会先避开。好，那各位，接下来我再继续往下讲哦。好，来，大家再来，帮我打个1吗？好，在吗？看一下大家还在不在？好，谢谢。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其他的地方改好还是改坏了。好，这边用的是 Even though frost in the Midwest and drought in the South are hurting crude and therefore raising corn and soybean prices。这边顺着下来看，用的是 Despite frost in the Midwest and drought in the South and are hurting crude and therefore raising。这边是不是有点这个结构是不是怪怪的啊？对不对？对吧？哦，这个地方你要讲的应该是尽管这些东西伤害了谷物，抬升了谷物的价格，对吧 ？OK， 可是这边怎么感觉把这个句子拆裂了，把它变成说尽管有天灾跟洪水？你的逻辑上到底要尽管什么呢？应该是价格没有很高，尽管天灾影响了谷物的价格才是完整的，对不对？这边好像把这个逻辑把这个话只讲一半，变成只强调。用 despite 用介系词变只强调你的名词，变成说尽管有天灾，但价格没有上升很多。那这个逻辑就是什么？相对不完整、不合理的。所以确定这个逻辑不合理的问题，比起刚刚前面讲的那个精简问题更严重。所以这个时候虽然 C 选项这边的平行写的比较精简，但是因为 C 选项后面这个对比的语义表达上是不完整的。只有尽管洪水价格没有上升很多，可是我们要听到的是尽管洪水抬升了作物的价格，但价格没有上升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 C 选项反而是把 B 选项改成了逻辑有问题。这是严重问题，我们就会把 C 选项排除。那我们当然也会去同时检查一下其他选项是不是也有一样的问题。这个地方很明显应该是没有，还有 no， 对不对？还顺着看一下，它应该是强调整件事情。但1选项这个地方，对不对？顺着看下来，它也发现了什么问题？也发现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核心表达问题，所以我们就也可以把它先解掉。OK， 好，那最后呢，我们当然是，我们看 A 也解了嘛，对不对？最后我们看一下 B 跟 do 的区别，发现这个地方就是惯用语，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先解掉，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地方最后答案是什么？答案是 B 选项。好，有人问说，也第一眼看到的是 Higher 想要在 then 跟 as 之间做出取舍，似乎不会有危险啊，因为这是惯用语啊。好，是惯用语。好，这个惯用语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文法的层级。好，文法层级我们是可以直接解，没有危险啊，这没有危险。只是我会说啦，就是我自己的习惯是不会。我现在解题流程会改，跟以前不太一样。我自己的习惯是不会说只看题目的一部分。只看1个2个字来做决定，我不会垂直的往下看。这样的习惯虽然做简单题、中等题是不会有翻船的，可是在做高分题的时候会容易翻船。OK， 还有高分题的时候会容易出现危险，这样子。好，所以也是你这样做在这边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遇到高分题的话，可能就会因为比较复杂的结果，你会错判这样子。好，所以那怎么讲呢？就是我会建议还是好好的把句子读过一次会比较好，这样子 ，OK， 好，对。不过如果你的要的分数没有要到720以上，你如果只是要650到700的分数的话，可以用你原本的方式做，那个没有关系，因为这不是什么讽刺或者什么之类的哦，好，是因为650到700那一段的分数，基本上你高分题全部做错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把简单题跟中等题全部都能掌握就可以了。好，那如果你真的会考试中时间会有困难的话，考试中时间会有困难，会有压力，然后你需要一些比较快的速度的话，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做没有关系。OK， 是如果你遇到真的 advanced 的题目，你真的只看选项的一部分，就会出问题。OK， 好，这样的概念，对，好，来，你要问这道题的什么？好，你想问这道题，对不对？好，你想问这道题叫做 Trevorton City Council want to minimize Trevorton
City Council want to minimize the city。好，我们刚对吧？我们刚刚有说就是问的详细就会回答的详细，问的具体就会回答的具体，对不对？对吧？好，那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题就是 Treverton City's Council， 在哪里啊 ？Treverton City's Council， 这题嘛，对不对 ？Council 这题嘛，对不对？好，你要问这题对不对？这题答案是 A。好，讲完了。不是啊，你要告诉我你要问什么嘛，对不对？对吧？你要问我这一题，好，这题答案是 A。对，好，拜托把问题具体一点，好不好？好，evaluate 题，对，它是 evaluate 题，没错。好，但我不知道回答你什么。对啊，一为什么错？因为你一次讲完好了，一次讲完好了，你这样一个个讲，感觉那个堵的那个心里面堵的、啊，对吧？心里面很堵，你知道吗？对，你一次讲完好了，好不好？哦，好，那个我们看一下，你边打字，然后我边看，好不好 ？OK， 好。Traveling Cities Council want to minimize the city's average penetration into private signal and so is considering presence in incandescent bulbs currently using LEDs in incandescent bulbs grown out compared to incandescent LEDs consume significantly less energy and cost no more to purchase。好。LED 它会用到比较少的 energy， 然后呢也不花更多钱，对吧？购买的时候的成本也比较低，更何况怎么样呢？这个更换的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的。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评判？怎么去评判说换 LED 能不能就是到底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维护成本减少这样子？ OK， 好，你说他也有提一为什么错？他也有提到换 LED， 那应该也可以下降 cost。原因很简单啊，一选项说什么？一选项说是不是今天帮我们把传统灯泡换成 LED 的人，他们知道怎么换，对不对 ？OK， 他们知道怎么换，这样子。好，那我想你可能想的是，如果知道怎么换的话，那这样工钱应该就会很低，对不对？是这样的意思吗？如果这些这个换从传统做这个工作，从传统灯泡换成 LED 灯泡的工人，他们知道怎么换的话，我想你应该预想的是说，这样子工钱就会很便宜的吧？就像更换成本就会很便宜，对不对？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是别的意思？还是你没有这边并没有看懂这样子 ？OK， 好，我先确认一下，是不是你是不是理解的这个意思？你是不是认为说一选项，因为这些工人知道怎么换 LED， 所以这个换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少费更多力气，就可以下降，就可以因为工人知道怎么换，我们就可以减少 cost， 是这样的意思吗？是网络断了吗？还是那什么了？发生什么事情 ？OK， 好，我们来讲一选项的错误。很简单，因为刚刚你所讲的这套逻辑已经被文章讲过一次了。刚刚我们讲说工人知道怎么换，你所联想到的是工人知道怎么换，这样我们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工钱就可以少，对不对？我们就可以不用说多请人之类的，对吧？其实上文章里面已经跟你讲了，转换的时候就工钱就是 minimal， 他已经跟你讲说，转换的时候就是不会花钱的，所以你不需要去讨论转换会花多少钱 ，OK， 不需要去讨论说转换中间会不会耗成本，不需要 ，OK， 好，那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安装的成本，
我们要讨论的是你安装完之后，你们看到这个题干的地方，安装完之后要维护的成本，每年要维护的成本。所以你跟我讨论说，今天我们安装的时候，我们换灯泡的时候要多方便、多轻松，这都没有对到命题。人家的命题是要问你安装完之后维护的成本，你跟我讲安装成本多少，那是没有用的。OK， 好，我们重点是要去讨论说什么？是要我们的重点根本不是要不要换 LED， 你知道吗？这道题目问的是什么？你看到仔细看，是不是换了 LED 之后，能够把每年的维修成本降低？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去讨论安装会花多少钱，不需要，我们不 care 安装，我们 care 安装之后到底装完之后，未来每年的维护费用会多少？那如果我们要 care 未来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要去想说，到底它能撑多久，不是吗？对吧？你未来每年用的时候，它如果能撑得久的话，你就越少时间维护，对吧？所以这道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知道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还没有看清楚题目要问的是什么，就下去看选项了。你以为这道题目要问你的是要不要换 LED， 你就会觉得我要找到所有 LED 的好处 ，OK？ 但是问题是，人家这道题目的问句问的不是说你要不要换 LED， 而是说换完之后，未来每年的维修费用能不能够减少 ？OK， 未来的那个叫什么？就养护费用能不能减少？人家问你的是未来养护费用，结果你跟我讨论说安装费用在干嘛，对吧？你看你刚刚的回答一直讲说他也有提到换 LED， 这看不出来有换 LED。你就可以发现，你口口声声都在围绕在换 LED 身上，但是问题是，那不是文章要讨论的重点。文章要讨论的重点是到底能不能减少成本。这个在我们终结者的这个 CR 的第1章第1节就开始讲到了。所以很多考生会犯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还没有搞清楚命题，他就下去看选项。OK， 好，我们第1章第1节就有讲到说，每一道题目的切入点就是从命题开始，要界定一篇文章唯一的讨论主题。当你界定错误了，后面全部都完蛋了。OK， 好，这样的概念。所以这道题目的命题是什么？到底换完之后能不能够减少未来的养护成本？我们没有要讨论安装这件事情。OK， 好，这样的概念，我们更不是要讨论要不要换 LED 这样子。自己发现 assumption 跟 evaluation 的共通之处。Assumption 的选项是一个个 negating 检查 argument 能不能成立。Evaluation 的题目说 yes no， 这样做是对的，没有错，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啊。不过你如果一个一个检查的话，会有点太累了。你还是先用有关无关来判断吧。你还是先把命题你还是先把那个结论最后要讨论的命题抓清楚，然后呢，先用有关无关来判断。最后你剩下2-3个就是觉得好像都比较相近的选项的时候，你再去用那个 negative 好。或者是再去用这个所谓的就是 yes or no 的判断会比较好，不然会太浪费时间这样子。OK， 好。没理解上个选项的 prices now with prices a year ago， 这个发我整的好膈应，什么东西这个部分对不对？如果你要理解的话，对不对？好，你可以去看我在部落格上放的有一部影片，好。有一部影片，我记得是在哪里？我看一下再找一下，应该是在不是猫，不好意思，不是这一部，有一部影片在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应该是我的 Thursdays with Dustin 里面应该有一部在第6部叫比较用法的省略补回问题第6部这一部里面我有讲到说比较用法里面你要怎么用直观的方式来判断它的平行OK， 不要去还原，也不要去想说这个东西代替的是谁，不用 OK， 好，可以去看这一部影片这样子好，对，因为这个如果要讲的话真的会讲1个小时的时间 OK， 因为这是个很大的观念这样子好，所以刚刚的发问的同学，请问问题有解决了吗？有吗？大家不要都发问完都消失啊，好不好？就是对消失我会很难过这样子，对，就是刚刚的同学还在吗？还在吗？不要发问完就消失哦。
在聊天室跟我讲一下好不好？好，所以有理解了吗？刚刚有理解了吗？好，如果有理解就好，这样子。OK， 好，如果各位刚刚有理解的话，就太好了，这样子。好，所以简单来说，请各位做 CR 的时候要抓紧命题，这样子，好不好？哇，不知不觉也要12点了，我们也进行了2个小时了。好，那我想就是今天就大概讲到。maybe 就讲到这个地方为止，好，因为大家也差不多，考生不能晚睡，大家知道吗？考生晚睡智力会下降哦，对，然后呢，晚睡你是在就是杀自己的脑细胞哦，对，所以大家好，赶快回去赶快不是回去就是赶快去休息了，好不好？好，如果你真的想要念书的话，请你明天早上定4点的闹钟哦，请你4点钟起来念书 ，OK？ 哦，不要晚睡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个18岁时候的自己了。18岁的时候我们可以熬夜，我们可以连读不休息。可是现在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高峰期，体力就迅速的下滑当中。所以请各位还是要把握那个一生中不是一生中一天中最有活力的时间，其实应该是早上，对吧 ？OK， 好，所以请各位哈，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念书的话，请你早上4点起来念书。我都会跟同学讲说。你们家最老那个几点起床？OK， 好啊，就是跟他同步这样子，这样你可以改善你们的家庭关系，然后你们爸妈就会喜欢你健康一点这样子。OK， 好，对，好，各位，好，那我就要回去回中介者的问题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想这个礼拜如果有时间，跟大家去直播解决问题。OK， 好，对，好，那今天也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加油，好不好啊？有机会的话，如果你有时间有决心的话，也欢迎来中介者这课程看看，这样子 ，OK？ 好，先这样咯。好，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